幻象2000黑海上空画3叉戟国徽。乌克兰情报总局成功窃取图波列夫设计局机密资料。特朗普贴脸揭普京伤疤。俄丧失升级战争的潜力，居然呼吁英美遏制乌克兰，阻止局势升级。克宫放狠话要报复，那会不会使用核弹？乌军突袭布良斯克，首次击毁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2天袭击罗斯托夫俄2大基地。乌军 F-16击毁乔特基诺俄基地。乌狙击手2013米外清除一个俄军士兵。北约14国公开支持5%军费目标。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一架幻象2000战机为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巡逻名义在黑海上空利用高超的空飞技巧画出了乌克兰的3叉戟国徽。这可能是法国空军表达支持乌克兰的一种另类做法。乌克兰真理报也称此举体现了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团结的战略伙伴关系。其还公布了一张绘有乌克兰3叉戟的幻象2000战机和法乌2国飞行员各自举着国旗的合照。当然，为避免身份透露，这2名飞行员都是蒙面的。目前乌克兰国徽的飞行轨迹图和这张照片已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被全球数百万用户浏览，可见乌克兰近期的行动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蛛网行动过于成功，直接掩盖了布达诺夫局长策划的行动。但这是战争，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乌克兰部门以及乌克兰将士，他们都在用命奋争，不存在谁高谁低。更何况布达诺夫局长策划的行动成果可丝毫不输蛛网行动。综合乌克兰真理报和 Next A 新闻报道，由布达诺夫领导的乌克兰情报总局发起了一次成功行动，其直接侵入了俄罗斯的图波列夫设计局，不仅获得了该局内部系统的长期访问权，提取了4点4 G 的机密数据，其还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张猫头鹰抓着俄飞机的图片，这既在嘲笑俄军，也是在祝贺了蛛网行动的成功。而火力军之所以断言行动成果不输蛛网行动，是因为乌克兰情报总局从图波列夫设计局获取的4点4 G 信息，包括通信、员工个人数据、地址、工程师简历、采购文件以及闭门会议记录等高价值情报。这些情报不仅能够为乌军未来的打击行动提供足够参考数据，也能成功威慑那些为俄军事积极服务的图波列夫设计局工作人员和合作者。要知道，图波列夫设计局可是俄罗斯目前唯一的中大型轰炸机研发制造商，同时也研发生产军用特种飞机，在对乌入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现在，这些为入侵乌克兰服务的图波列夫设计局技术人员和合作者信息已经曝光，其可能已经上了乌克兰的清除名单。要是继续再为俄服务，小心脑袋不保。与此同时，昨天火力军提到，俄军正用完好的轰炸机和模型替代损毁的轰炸机，来试图瞒过卫星侦察。这应该算是正常操作，毕竟俄乌之间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是否会承认自身损失。很显然，俄罗斯并不愿意承认，只想让俄罗斯民众觉得俄罗斯一直在赢，以维持对特别军事行动和克宫的支持。现在可能是损失有些过于巨大，仅靠模型不足以欺瞒，于是克宫发动了一场舆论战，甚至连普京都亲自参与其中，以挽回国际社会、国内民众和前线士兵的信心。甚至俄罗斯还将目标重点放在了特朗普身上。据综合新闻报道，普京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通话时长1小时15分钟。之后，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称，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克宫认为乌克兰政府已蜕变为一个叉叉组织，非常强烈地表示俄军会对最近发生的袭击事件做出回应。特朗普也在通话结束后发文透露称，两人讨论了乌克兰对俄战略轰炸机基地和其他各地的袭击事件和伊朗核问题。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普京不愿意谈及俄军机的损伤情况，但特朗普却直接说了出来，当面揭普京伤疤，情商低还是非常勇。普京的定力也不一般，门牙断了肚里咽，胳膊断了袖里藏，心底的不满一点都没表现出来，就是可能他也没想到跟特朗普抱怨几句会被特朗普给卖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俄罗斯要报复，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报复规模有多大？会不会使用核弹呢？以俄罗斯过往的行为动作，报复乌克兰是必然的。克宫也已放出狠话，将对基辅展开地毯式轰炸，定点清除乌军高层，同时将大幅度升级战争的烈度与规模。几乎同一时刻，美国驻基辅大使馆也发出警告称，可能发生大规模空袭，敦促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并在空中警报响起时立即寻找庇护所。至于报复方式，大概率会是无人机加导弹的狂轰滥炸。只是如今的俄罗斯还能对乌克兰造成实质性伤害吗？
很简单的道理，乌军既然敢袭击俄战略轰炸机、核潜艇基地和克什大桥等战略目标，就不怕被俄军报复，肯定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或许等袭击来临时，乌克兰及其盟友的各种电子战与防空系统火力全开地进行对空拦截。要知道，如今的基辅已成为和以色列一样的世界上防空密度最高的地区，其拦截俄军无人机的拦截率在70%到100%，而对俄军亚音速巡航导弹如 KH-101、KH-59、KH-69口径等的拦截率为75%到95%，甚至对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匕首也保持着很高的拦截率。至于弹道导弹，乌克兰拦截率很低，仅为15%到35%，如伊斯坎德尔系列、SS-21圣甲虫以及朝鲜援俄的 KN-23等。但问题是，此前俄罗斯一直在使用弹道导弹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现在还能剩下多少？且随着乌克兰重要军事设备接入了北约军用 WiFi 系统，以及瑞典援乌的2架萨博340预警机投入使用后，乌军的防空拦截率必将迎来一波大幅度提升。要知道，萨博的探测距离是400公里，能够同时跟踪1000个目标。而在这一过程中，乌克兰空军的 F-16、幻象以及其他苏系战机肯定也会升空拦截来袭目标，因此能够突破乌克兰防御网的俄弹道导弹数量不会太多。另外，就连俄罗斯自己人都对报复打击不抱希望。如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就表示，在基辅袭击铁路和机场后，里亚布科夫呼吁英国和美国遏制乌克兰并阻止局势升级。对，你没看错，俄副外长居然呼吁英美拦一下乌克兰，不要搞得这么过分。按道理，在战略轰炸机基地被袭击造成这么大损失之后，俄罗斯必然会在第一时间报复，但俄罗斯却没有这么做。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升级战争的潜力已经耗尽？而在此过程中，俄军炮击苏梅市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如今看起来是不是更像是俄罗斯自己在粉饰和宣传报复行动？此外，大家再看看克宫发出报复性言论后，乌克兰并没有显出多么紧张，甚至英法德等盟友也没有因此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这说明了什么？俄方的空袭并不足以惧怕。综上所述，克宫撂下的地毯式轰炸狠话更像是笑话。俄罗斯已经使用除核武器外的所有的武器，其已经没有可以调动的资源对乌克兰进行报复。相反，若是俄罗斯执行动用那30%不可调动资源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那乌克兰下一次对莫斯科的袭击也就不会只是无人机了，射程1000公里的长海王星，射程700公里的雷霆2，射程800公里的导弹无人机，以及即将援助的金牛座等都极有可能飞向莫斯科，甚至不排除直接打击克里姆林宫的可能。俄罗斯如今已快穷途末路，那会不会使用战术核武器打击基辅呢？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只不过小当量的战术核弹改变不了战局，只能针对打击敌军的桥梁、港口、油库、部队集结地等地。而且按照核武器的毁伤范围，核爆最致命的核火球毁伤半径仅为450米，早期核辐射的半径为1000米，空爆冲击波的毁伤半径为3.74公里，热辐射的毁伤半径最大约为5.26公里。若起爆方式设定为空爆，那放射性沉降的影响范围还会相当有限，不存在单点核空爆污染大面积领土的情况。最关键的是，如果俄罗斯使用核弹，那俄乌战争必将升级为核战了。届时谁也无法控制会发生什么，甚至走投无路时，乌军可能会选择同归于尽，直接摧毁俄境内的核电站，来达到相同的毁伤效果。泽连斯基也在每日例行讲话中回应了特朗普文中关于普京要报复的信息。他说，这意味着每一次新的空袭，每一次拖延外交进程的行为，都是俄罗斯在向整个世界竖中指，向那些不愿加强对俄施压的人竖中指。战争的代价必须让俄罗斯切身体会到，且最沉重的代价应由侵略者来承担。总之，俄罗斯是否在说大话，让我们拭目以待。但乌克兰已经用行动证明，俄罗斯并非不可战胜，只有在军事上击败俄罗斯，才能获得持久的和平。前线方向，乌军突袭布良斯克，首次击毁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据乌总参谋部报道，6月5日，乌军突然向布良斯克的克林茨市发动突袭，目标直指当地俄军的3套伊斯坎德尔发射系统。报道称，在确定好具体的位置后，乌军随即发射远程导弹，精准击毁了其中1套伊斯坎德尔系统的发射装置，另外2套很可能也受损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这套伊斯坎德尔正准备向乌克兰发射导弹，幸好乌军打击的及时，让俄军的袭击计划胎死腹中。从现场披露的视频看，这枚没发射成功的导弹最后是向附近弹射出去，并带出了大量的固体燃料，在俄军阵地引起剧烈的爆炸。据悉，这3套伊斯坎德尔系统隶属俄军第26导弹旅，每枚导弹的单价约为650万美元，整套系统更是高达1.2亿美元。俄方声称它可以发射射程达500公里的弹道导弹，
就像前面所说，这是乌克兰目前面临的一大防空问题。但如今，乌克兰安全局正用行动证明，伊斯坎德尔系统已经成为了他们新的打击目标。对于此次打击，俄方尚未做出回应，详细的战况有待进一步确认。与此同时，乌克兰还向罗斯托夫的空军基地发起了持续的攻击。据开源情报报道，6月5日夜间，乌军向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群攻击，目标则直指米列罗沃空军基地，空袭一直持续了2个多小时。现在详细的战况还不明朗，但当地人表示，机场一带先后传出武器巨响，并伴有明显的火光升起。打击这里的理由，除了削弱俄战略力量外，还因为米列罗沃空军基地驻有俄空天军第31航空团，长期以来，俄军都从这里向邻近的卢甘斯克等地发起空袭，罪孽深重。而这也是2天内罗斯托夫州遇袭的第2个基地。早些时候，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也被点燃，很可能也是乌克兰人行动的一部分。这段时间，乌军已经连续袭击俄罗斯的多个空军基地。还是那句话，乌军的打击还远没有结束。这里插播一条刚得到的消息：莫斯科地区的一家军事单位突发大火，具体地点在莫斯科州南部的克洛姆纳。现在还没有更多的消息传出，但当地人表示，在附近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据悉，克洛姆纳是莫斯科东南的铁路枢纽，这里的军事设施起火，难免让人联想又是乌克兰特工所为。接下来，莫斯科会如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库尔斯克方向，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军 F-16继续勇闯俄罗斯领土，且这次直接击毁了乔特基诺镇的俄军基地。报道称，乌军 F-16向当地的俄军控制区发射了 GBU-39精确制导炸弹，随即引发了连续的爆炸声。现场画面显示，俄军基地上空已冒起了浓浓的烟雾，同时伴有强烈的火光。值得一提的是，仅仅1天前，乌军的一架米格29才刚刚袭击了乔特基诺镇的俄军据点。据悉，该镇距离俄乌边境仅15公里，是乌克兰第3次攻入库尔斯克后一直重点进攻的目标。5月以来，双方就在此地展开了多轮激烈交火。乌军曾一度对乔特基诺镇形成包围之势，迫使俄军炸毁大桥来减缓对手推进。现在，俄军开始进攻苏梅，该镇作为俄军的一个中转站，乌军打击此地无疑具有极强的针对意味。苏梅方向，俄军的5万士兵虽然还没有集结完毕，但其投入了俄军最精锐的部队，包括2个空降师、2个空降旅、2个炮兵旅和第155海军陆战旅。据战争研究所估计，俄军在苏梅前线集结的人数约2.5至3万人，且在近期战斗中，俄罗斯军队又占领了一个定居点马林村。目前乌军派遣部队展开反击，双方的战斗处于胶着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指明位置，昨日一位乌克兰狙击手从2013米外清除了一个俄军士兵，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乌军一架米24V直升机使用 YAKB 机枪在前线击落了俄军的见证者无人机，这是乌克兰空军持续投入战斗的例证。比起1年前，乌军战机和直升机出动的频率都大幅提升，而且不再仅仅于后方保卫领空，而是直接飞低，甚至进入俄境内进行作战。如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乘坐黑鹰直升机成功渗透到了俄军后方，袭击了众多俄罗斯仓库和部队，并安然撤出。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俄军在鲁辛亚尔边缘取得进展。一旦俄军在这里取得了突破，下一个目标必将是斯捷帕尼夫卡镇，因为该镇后面是大片空旷的田野，几乎没有防御工事和自然障碍，无法为该地区的乌军提供可靠的防御。俄军可能因此直扑康斯坦丁诺夫卡外围的最后一个据点伊利尼夫卡。托列茨克方向，乌军仍在该市西北部 T604 高速公路、达赫内东北部以及迪利夫卡西部阻止俄军推进。乌克兰卢甘斯克部队集团发言人德米特罗·扎波罗尔茨中校6月5日报告说，俄军在该地区使用的无人机数量正在增加。如4月份，俄军在这里发射了7000架 FPV 无人机，5月份则增加至1万架。且他还报告说，如今俄军已将进攻重点从防御重镇放在了托列茨克附近的小型定居点，企图通过无人机加小型步兵群的战斗方式快速突破乌军防线。不过，作为这套战术的发明者，其作战能力比俄军高出很多，几乎每次都能将俄军第4摩托化步枪旅、第33摩托化步枪团以及台风无人机分队击退，并让其付出惨重代价。南部战线，乌军无人机群打向了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俄军控制区，尤其是赫尔松地区。战斗中，乌军还发射了海马斯技术弹药。虽然当地的俄罗斯负责人萨尔多声称击退了乌军攻势，但从前方披露的视频看，赫尔松多地还是燃起了大火，断电情况也在持续发生。而且由于乌军对南部反击力度的加大，俄军的冲锋次数开始降低。只是为了阻击乌军反击，俄军开始动用烈度更大的炸弹空袭赫尔松的乌克兰控制区，导致赫尔松城市的多栋建筑物被毁。如泽连斯基和乌梅罗夫6月5日均报告说，
俄军2次袭击了赫尔松市，其中一枚滑翔炸弹炸毁了当地的行政大楼。总之，前线战况焦灼，更多消息有待进一步披露。同时，乌军对俄后方袭击的影响正在逐步体现。6月4日，泽连斯基盛赞乌克兰安全局的精彩反击，称这是捍卫乌克兰、迫使俄国走向真正和平的关键一步。同时，他还亲自授勋了成功执行蛛网行动的乌克兰安全局特工。在授勋仪式上，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虽从不求战，但依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绝对拥有捍卫国家主权与人民安全的权利。他说，蛛网行动证明，战争同样对侵略者造成实质且惨痛的损失，这是恢复正义的体现。乌克兰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保护自己。6月5日，北约防长齐聚布鲁塞尔，开始讨论是否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重大军费要求。此前，特朗普主张盟国应将国防支出提高至 GDP 的 5%， 尽管此一构想数月前仍被视为遥不可及，如今却已逐步成为6月底海牙峰会的核心议题。据悉，本次布鲁塞尔会议与会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称，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推动联盟达成 5% 的国防支出承诺。他表示，他相信北约成员国会接受美国的要求，将整个北约的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 5%。 他指出，要成为一个联盟，不能只是挂旗子，你必须有战斗编组；不能只是开会，你需要保持战备能力。那这 5% 的国防开支该如何分配呢？根据北约秘书长吕特提出的方案，这 5% 的军费目标被细分为2部分，其一 3.5% 用于核心军事支出，其二 1.5% 则涵盖网络安全、军事机动性，及改善部队的跨境运输与军事通行能力，与其他基础设施等相关安全支出。吕特表示，这些目标规定了一个国家必须向北约提供多少军队、武器和弹药，旨在更好地平衡欧洲、加拿大和美国的防务贡献，并使北约成为一个更强大、更公平、更致命的联盟。只不过，北约内部对 5% 目标的时程与定义仍存歧见。如吕特建议的达标时间为2032年，但遭到了立陶宛防长萨卡利埃内的批评，称这太晚了，主张应提前至2030年。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则认为不该再等7年。相对的，西班牙、意大利与卢森堡等国则因至今仍未达到 2% 水准，倾向延后时程。英国首相斯塔默则拒绝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同时，盟国之间也在争论哪些支出可被列入国防相关支出，包括是否涵盖对乌克兰的军援，至今尚未有明确共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针对吕特提在2032年之前实现这一目标，认为时间太长的都是东欧国家，而那些远离俄边境的国家则认为，考虑到当前的支出、工业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这个时间太短。截至目前，已有14个北约成员国率先公开支持 5% 军费目标，多数为临近俄罗斯的东欧国家。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亦已表示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倾向将军费支出提高至 3.5%。分析人士指出，若北约同意 3.5% 军费加 1.5% 安全支出的分配方式，可让特朗普宣称取得了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北约领导人峰会预定于6月24日至25日于荷兰海牙举行，届时能否就 5% 军费目标达成具体承诺，将是各方观察的重点。预计有关投资细节与分类标准的谈判将持续至峰会前夕。美国官员则强调，所有盟国都应提出具体计划、时程与成果，并共同填补北约军事能力的缺口。美国本世纪开始研究在传统炸弹上加装精准导引套件，使便宜的炸弹也能发挥出导弹的战斗效益。而在美军研制出2代250磅的小直径精准导引炸弹后，便开始研究在500磅炸弹上加装导引套件。现在，美国空军成功了。据战区报道，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昨日宣布，已经完成500磅级快沉炸弹的投弹测试，代表美军朝炸弹全面导引化又迈进一步。报道称，美军最早于2021年公布快沉计划，而这款500磅炸弹的成功，拓展了 B2 的瞄准能力，为指挥官提供更多创新作战解决方案。据悉，典型的 GDAM 由低阻力炸弹外观，包含 GPS 辅助惯性导航系统、导引组件的新型弹翼以及气动条组成。GDAM 套件适用于500磅级炸弹以及1000磅级和2000磅级炸弹，但 GDAM 只能打击静态目标，而快沉炸弹则是将 GDAM 套件与安装在弹头的新型红外线成像导引头结合，通过加装滑翔翼等导引套件，可有限度地攻击移动目标，并使用滑翔套件还能将炸弹射程从24公里延长至72公里。而且与 GDAM 相比，快沉炸弹成本更低。GDAM 套件成本约为85000美元，而快沉的导引头成本约为20万美元。但随着产量增加，目标可将价格降至5万美元左右。
相较之下，美国军方首款空射反舰巡航导弹 AGM-158C 的单位成本约为300万美元 ，AGM-84导弹的价格则为140万美元左右。显然，快沉炸弹已成为一种低成本的反舰选择。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罗斯的报复会使用核弹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